老子好歹也是冥古境的妖王，跟着白猿宫那老东西10几年，兢兢业业，眼看就要回西域妖庭享福了，偏偏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等他那便宜干儿子，一头受狗屎运气的老虎罢了，凭什么比我受宠？这玉门关跟个铁王八壳子似的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，让我打探个屁的消息，随便编个理由回去复命算了。嘿，还真是镇魔司，还是李队您高瞻远瞩。咱们要是真听那娘们的话，傻乎乎的在城里巡街，怕是连根毛都捞不着。就是一个旅人家，懂个屁的行军打仗，这玉门关外的功劳，何该是咱们爷们儿来挣？都他娘的别掉以轻心！那平天真君乃是承担大妖，咱们此行只在外围探查，切不可深入。李队，快看，那里有人！是妖物，看那身形，定是不入流的小角色。看我装糖，阴他一手。就这么个小东西。冥古境，敌阵，敌阵！哎呦！他娘的，老子是来杀妖的，不是来伺候人的。大人乃是女子闺房，岂能跟咱们的狗窝一样？收拾干净了，大人住着舒坦。江校尉，末将冒昧打扰，敢问校尉可接到了什么新军令？为何你麾下的对正李贵带了10余人擅自出关了？大军未至，我先锋营的军令是驻守察患，严防妖物。李贵何时出的关？约莫1个半时辰前，城门手足亲眼所见。我干他妮儿的！这帮狗娘养的，想抢功想疯了！大战在即，若他们惊动了那头承担大妖，打草惊蛇，这责任谁来担？周都尉放心，若是都司问责，皆由我江月初一人承担，与你无关。真君，小的在关外碰上了一对不知死活的镇魔司官差，顺手给您抓了个活口回来。哼，一个文贤境的废物有何用处？那玉门关有镇魔大阵，你就算问出虚实，难不成还敢去攻城？真君，奴家倒有一计。咱们何不借着此人潜入玉门关内？玉门关阵法虽强，但若我们拷问出关内不妨，再由奴家幻术将弟兄们伪装成人，由他领路混入关中。只要毁了那镇魔之阵，玉门关便是一座死城。届时咱们鸠占鹊巢，据雄关而守，镇魔司大军又能奈我何？真君，此
此计大妙啊！反客为主，反客为主！反客为主！准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有话要问他。我且问你，你在镇茅司几年了12年。12年，那你镇魔司可曾斩过一头狐妖？自然是斩过的。无妨，你与我细细说来，一头都不能漏。大将军，可是还在为那头白猿忧心？咱们镇魔司精锐尽出，便是龙潭虎穴也能给他踏平了。不错，他若识趣，早该滚回西域。如今盘踞关外，不过是自寻死。一头成丹妖物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他明知我大军开伐，为何不走？反倒在关外大肆收拢妖魔，这不合常理。除非他有不得不留下的理由。西域妖庭亡我大唐之心从未死过，这背后定有妖庭的影子。3日之内必须抵达玉门关。李贵这帮人死在外面也是咎由自取，可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？算了，再有2日大军就到了，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我只管安稳杀妖。大人，李贵那伙人回来了！回来了，人在哪儿？还在城门口。周督安派人传话，请您过去清点。这是把烫手山芋丢给我了。走，去看看。周都尉，我等在关外与妖魔厮杀一夜，九死一生才逃回来，您为何不让我等入关休整？李队正，此事体大，等江校尉来了再做定夺吧。江校尉，我等昨日发现妖物踪迹，擅自带人追击，险些丧命，幸得弟兄们拼死逃脱，躲了一焰风沙才找回来。托校尉洪福，弟兄们一个都不少。衣服破了，脸上有灰，可偏偏一个伤口都没有，连一丝血腥气都闻不到。这么说，你们是立功了？不敢说立功，只求无过。托校尉的福，弟兄们能回来就是万幸了。很好。这一巴掌是替司礼打的。巧言厉色，蒙骗上官。这一巴掌是我打的。奇耻大辱！我堂堂名古大妖，竟被一个人族黄毛丫头连扇2个大逼兜！我要杀了他！卑职错了，求校尉再给一次机会，卑职愿上刀山下火海。周突尉，借你的人已用，江台他们卸了兵刃，关进大牢。江校尉，我们认打认罚，为何要下狱？校尉三思啊！郭子
谁再多说一个字，如此手。进来了，只要能混入城中，攻守之势将逆转也。带下去。那个贱人，他怎么敢这么对我？狗哥息怒啊！息你娘的怒！狗爷，您忍辱负重，让我等顺利入关，此乃头功。等毁了镇魔大阵，破了关，第一个就把那娘们抓来，让您扒皮抽筋。就是，到时候让他跪着给您舔脚上的泥。行了。入了关只是第一步，现在高兴太早了。3更天看守最松弛时动手。扈三娘，那小子呢？放心，他中了我的牵丝引，到时候我会让他带路去找镇魔大阵的阵眼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这关内有大阵压制，你我妖力只能发挥4、5成，在大阵被毁之前。一旦行踪暴露，全都得死。时候到了。终于，老子今晚要将那小贱人碎尸万段，活剥了皮挂在城头。别白费力气，这牢房外墙青砖，内里玄铁，真君亲至也休想轻易破开。该你了。奇怪，这外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定是那群人族官差以为铁牢万无一失，跑去偷懒了。走走走！狗爷，我觉得这牢里挺好的，暖下凉还管饭，咱们还是别出去了。滚你娘的！你他妈犯什么浑？赶紧跟上，莫要再……怎么，诸位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大人，李贵违抗军令，您为何还要放他进关？就该让那狗东西在关外自生自灭。阿弥陀佛，若拒之门外人，传出去，怕对大人名声有损。大人，卑职有失启禀，那李贵一行人根本不是原先那伙人。李贵左耳垂下的黑痣没了，手下张三的刀疤从左脸跑到了右脸。身高、步态、口音皆有细微出入。大人，我怀疑他们是妖物假扮的。我知道。大人，您既然知道他们是妖物，为何还要放这群畜生进城？在城门口动手，地方开阔，万一乱起来跑了1、2个，我岂不是很心疼？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实在是太贪心。关门！一个不留！一个不留！他娘的是怎么回事？扈三娘不是说今夜摸清阵眼，毁掉大阵吗？城门口的刁难，干脆利落的断手，还有这毫无防备的大牢，我们被耍了！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是妖，是故意放我们进关的，故意放我们进来。就凭他这几十号人，兄弟们，在这大阵里，我们虽发挥不出5成实力，但拼死一搏，足以屠了这玉门关。江大人，
你大半夜把我从被窝叫来做见证，就是看这个？你早知道他们是妖，拒之门外便是，为何要放进关内？你拿什么跟10几头大妖赌命？大人跟这帮畜生废什么话？您一声令下，弟兄们放箭宰了他们。周都尉，看清楚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今日之事，尔等皆无需插手。啊，无需插手。大人，您要一个人单挑他们全部？狂妄的贱人，一起上杀了他！冲出去，死战！今日谁也别想走。散开，快逃！我操！一刀秒杀冥古境大妖，这他娘的是一个17、18岁少女能拥有的力量，他开挂了吧？滚开！救我！贱人，给我松手！你想害死我吗？若是死在这里，青丘屠山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敢丢下我试试？操，算你狠！周子伟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不，放箭！快给老子射！把那2头扁毛畜生射下来！你们是吗？放我下来！你们这群天杀的断子绝孙的狗东西，老娘要将你们拔皮抽血！快疼死老娘了！终究是手段不够全面，让这2只鸟兽跑了。斩杀冥古境生物若干，开始结算妖魔道行，结算成功，获得3425年道行。3400多年道行，跑了2个废物算什么？这波赢麻了。怎么回事？就你们2个回来了，狗老二他们呢？就剩他们2个了。败了，除了我2人，全军覆没。全军覆没！你们可是10几头冥古境的大妖，就算在玉门关内受阵法压制，也不是阿猫阿狗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？那个女人是个怪物，她一个人独斩了我们10几名弟兄。一派胡言！我看是你们打了败仗，故意夸大其词，寻个脱罪的由头。由头？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。一刀，仅1刀，狗老二连他1刀都没接住，脑袋就飞了。蛇老三、鼠大全都是1刀1个，我们10几号大妖在他面前就像待宰的猪狗。这还没完，他出刀时身会浮现出一头惊天猛虎的虚影。那虎影带着滔天煞气，我们本就被大阵压制，在那虎影面前，连妖力都无法运转。虎影，刀式化形，看来玉门关出了个不得了的变数啊！
有消息了。是。说。回陛下，下面的人一路追查到明妃娘娘的故乡陇右，可那处村落早在几个月前便被邪祟摧毁殆尽，如今已是一片荒芜，再无人烟。奴才斗胆，若是当年姑爷长公主真的被送回了陇右那处村落，怕是凶多吉少，一村百姓被屠戮殆尽。这摩斯是干什么吃的？朕每年耗费无数金银养着他们，就是让他们眼睁睁看着大唐子民被妖魔当猪狗宰杀吗？陛下息怒，当年姑爷长公主是否真的被送回陇右并不确切，或许长公主福泽深厚，并未在那村中尚有转圜余地呀，陛下。如今陇右道镇摩司管事的是谁？回陛下，只会使裴风云死后，由大理寺少卿魏文达之子魏和代管。魏文达，如今江勋一案便是他在督办吧？几个月前就以人证物证确凿的案子，怎么还没结案？这魏氏一族当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奴才不知。罢了，传旨下去继续追查姑爷的下落，哪怕是当年伺候过他的人，活着的严刑拷打，死了的也给朕抛出来查。另外告诉魏文达，江勋的案子早些结了，莫要再耽搁。奴才遵旨，奴才告退。父皇啊父皇，你见着远子嘉兴信当年母妃，却为何将我留在宫中，又将姑爷送走？你为了皇权顾虑重重，但我不懂。天下人皆以为我有野心，却不知我夺这天下只为了一个人。姑爷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魏兄如今是大唐的皇帝，等找到你，我要宠你到上天入地，宠到这世上除了我，再也没人能受得了你。宿主将月初，境界冥谷中境，已收录妖物虎山神天成、青面郎君染珠、朱叶魔影、黑山雄君魔影，剩余道行3425年。黑山雄君，听名字就是皮糙肉厚的刚猛路数。至于这朱燕，《山海经》里记载是剑泽大兵的凶手，怎么会是一头猪妖？罢了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便是。系统，灌注。第1年，你是一头福陵山的小野猪，很弱小，但很能吃。第30年，你化形为一个白胖少年，混入苏庄偷学剑法。第32年，你和庄主之女苏婉相恋，她教你认字，给你讲山外的故事。第34年，你现了原形，她吓坏了，却抱着你哭了一整晚。第51年，苏婉被活活烧死，因为她生下了一对猪妖。第70年，你对人族厌恶至极，对剑痴迷到了疯魔。第150年，西域妖庭使者招揽，断言你若无妖庭秘法，此生无望踏入成丹境。你动摇了。消耗350年道行，成功染珠朱燕，获得天赋秽土金身，其身如秽土，不惧刀兵水火。获得神通血肉冰装，催动血肉附着冰刃，极大增强锋锐与坚韧。好霸道的天赋和神通。好饿，血石宫发动。提升猪妖后，这吞噬功法的效率也增强了，简直恐怖！
警告！警告！气血已达冥古境临界值。一身气血已经熬炼到了这具身体的绝对顶点，再不突破，这满溢的气血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，把我直接撑爆。承丹，迫在眉睫，再不突破，就要被这气血撑爆了。系统，灌输合丹之法，万壑归元经，直接给我灌到底啊！消耗45年道行入门，消耗110年道行精通，消耗830年精通。万壑归元经已达无上。合丹之法开！以身为炉，以气血为火，以神魂为锤，给我凝！这就是成丹境，内外交应，天地相合。成丹境，内外交应，天。以前打架用的是自身气血，花一分少一分，现在直接连上了天地的国库，力量源源不断。试试新神通，血肉冰装。好强的锋锐感！我的个乖乖，这只是一把普通的百人钢横刀啊！加持神通后，竟然恐怖如斯。要是以后弄把真正的是神兵，宿主江月初，剩余道行2245年，烧了1000万多年道行，换来成丹境和神级技能，绝对不亏。还剩2000多年家底，接下来是继续提升猪妖，还是？何事如此惊慌？关外，关外，关外有军报，魏大将军亲卫800里加急。这是在哪儿？自然是在玉门关大牢。玉门关，我回来了。对了，妖魔，有妖魔，快去禀报江大人！妖魔早就被江大人一个人杀完了。你若识趣，便乖乖待着，等候江大人发落。杀完了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10几头冥古境的大妖，一个人怎么可能杀得完？就在半个时辰前，江大人提着刀，跟砍瓜切菜似的，一刀一个，把那10几头妖骨全给剁了，凶得不像话。妖物死了，我还活着。违抗军令，引妖入关，死1万次都不够。我甚至还要牵连家族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喂，你做什么？800里加急，魏大将军的亲卫给你的。是。
他人呢？那人交下此信，便匆匆离去了。即刻出关，前往关外30里孤峰接应，切莫声张。魏大将军的部队明日便能抵达，有什么急事，非要我一个卧先锋营校尉深夜独自出关，这没头没尾的命令，绝不是魏和稳重的做法。辛苦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李贵，是你。幻术，看来今晚还有大雨。我说这法子真能成吗？相隔几百里，真能让镇魔司的人乖乖出关送死？该不会是这骚狐狸为了讨妖王欢心在胡言乱语吧？闭嘴！你们懂个屁！胡三娘可是青丘涂山氏嫡系，她的幻术岂是你们能揣测的？幻术再精妙，还能隔着几百里施展？切！莫说几百里，万里又何妨？那李贵被擒时就已经被胡三娘种下了幻影，他现在神魂早已被操控，甚至胡三娘还能借着引子扭曲他的样貌，神不知鬼不觉，防不胜防。只要那女人敢独自出关，今夜这孤峰便是她的葬身之地。我要用她的血肉祭奠我那10几名手下。真君，我失败了。你特么刚才不是吹得天花乱坠吗？脸疼不疼？这天可真黑呀！真君，非是奴家手段不济，实在是那人族女子疑心太重。奴家借李贵之口传了假信，可他根本不为所动。这种人，仅凭一封信根本引不出来啊！无妨，人族狡诈，最善权谋。此计我本就未曾指望能成。真君，那咱们大老远跑来玉门关外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我大张旗鼓在此立府，不过是想让我儿能找到回家的路。但如今既然出现了一个可能知晓他下落的人，我已无心与镇魔师大军周旋。传我令，妖府散了，尔等各自寻个地方潜伏，莫要再露行踪。那您……玉门关内有封魔大阵，他不出关，我奈何不了他。但我会在暗中盯着他，只要镇魔司大军退去，他一个人总有落单的时候。斑斓猛虎雕法凌厉，那胡影简直和我儿一模一样。可一个人族身上怎么会有我儿的道士？难道他竟然出来了？他怎么可能出来？你来了，我没想过你能来，更没想过凝之世纪，你还敢一个人站在我面前。你费尽心机引我来，不就是想见我？倒是我矫情了。既然来了，我且问你一句，你可见过我儿？不曾。
不曾。那你这一身刀法，那刀式凝虎的手段究竟从何而来？虎山神的记忆里曾出现过一头白猿，难道就是这个？你的孩儿是一头老虎，虎山神是吗？你见过他？你杀了他！果然如此，被一头成丹境大妖暗中盯着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我要你给我儿陪葬！成丹境正好拿你试刀。我的个亲娘嘞！咋了这是？地龙翻身了！快去通报大将军！我封口部气法圆满，合丹之术更是无上境界，气血精纯远超同阶。可即便如此，与这老东西硬夯一记，竟然隐隐落了下风。这人族少女如此年轻便踏入成丹，竟能以肉身与我这浸淫成丹数百年的大妖角力，我道如何？我儿死于你手，不冤。要打就打，磨磨唧唧，废话真多。千不该万不该，在我面前用刀！血肉冰装，我靠！你妈的脊椎都没了还能动，力道比刚才还夸张。玄幻世界果然不讲科学。吾乃白猿公，一生纵横900载，上可搬山覆海，下可镇压群峰。蝼蚁小儿，你如何敢挡我？你如何能挡我？被动挨打，迟早被磨死。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。哼！我这骨刃乃脊骨辅以1000年寒铁祭炼，连点墨境妖王都不敢应接。以伤换伤，你也得有命来填，给我死来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这骨刃连点墨境妖王都不敢应接，竟然连他的骨头都没看到。我的个乖乖，秽土金身加上合丹气血，防御竟然这么变态，那我刚才还挡个屁啊！不是说跑就跑，还有没有一点成丹境大妖的骨气了？虎煞血废！怎么可能？
万物生灵的肉体强度与力道息息相关，这是铁律。它的力道虽然恐怖，但怎么会有如此诡异强横的肉身？我堂堂承丹大妖，西域妖庭也有我一席之地，竟被一个人族女娃追得如丧家之犬，自寻死路，那我就成全你！末将方振国恭迎大将军。方将军免礼。先锋营就只剩下这些人了，江校尉呢？启禀大将军，昨夜李贵违抗军令，引妖入关，江校尉识破伪装，一人一刀将10几头冥古境大妖尽数诛杀。既然妖物已除，他人呢？昨夜子时，关外百里突发异动，地动山摇。我们去寻江校尉，却发现他一人一起，早已独自出关了。胡闹！区区一个7品校尉，竟敢无视军令！他把大将军的将帅令当什么了？此女行事乖张，不顾大局，擅自放妖入关已是大错，如今又夜半出关，简直是狂妄至极！末将斗胆。江校尉心思缜密，若非他识破伪装，玉门关后果不堪设想。他能独占10入头大妖，胆魄实力皆是上乘，独自出关必有苦衷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区区一个守关都尉也配在这里说话？够了！昨夜的动静在何处？回大将军，就在那座孤峰方向。你当真以为本军怕了你不成？不怕？那你跑这一晚上是在锻炼身体吗？你若是就此离去，本军答应你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我儿之死也与你再无干系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放虎归山。本座乃承丹大妖，若是强饮妖丹，殊死一战，你也未必能活。至此收手，何至于两败俱伤？放你走于我而言有何好处？在我眼中，2败俱伤也比让你单赢要好。你若不是奉了妖庭之命去帮黑河那女娃巩固根基，耗去了我近半本源妖丹，我何至于落到这般田地？区区一个人族承丹，我全盛时期翻手便可镇压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你执意求死，那本军便成全你。本座平天真君，右观沧海，常悟神山，掌半山之神通，我岁月之权柄。如今的我铜镜无敌，何所惧也？操！装神弄鬼，替身！
我没有直接砸死你，我要亲手一寸一寸吃掉你的血肉，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我生吞活剥。你有什么底气？你凭什么到了现在还敢这么镇定？还在里面，是谁？谁在帮他？好久不见。你在我眼前，不像爱。击杀成单镜生物，获得其道衡920。属下虎山神见过主人。有神智？有。记忆呢？亦有，虽有些破碎，但生前种种大致记得。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？自然记得，是死于主人刀下。你不恨我？为何要恨？普外之妖受七情六欲与血脉本能驱使，看似逍遥，实则浑噩，与山间野兽无异。入得妖谱，方才斩去凡尘，明悟本心。主人杀我，乃是点化之恩，再造之德。哼，你这套说辞倒是新鲜。姑且信了你这鬼话，不过最好别让我发现你有什么小心思。多谢主人。主人，有人来了，人很多，来得很快。散了吧。可惜了一头成丹大妖的血肉，要是能用血石攻吞了，修为肯定能长一大截。但现在镇魔司的人来了，显然是不成了。检测到未收录妖物，是否消耗道衡收录？收录。老李，你说大将军这是唱的哪一出？一个七品校尉私自出关，就算要罚，也该战后再说，何至于大军出动？我听说这江校尉邪乎得很，入司不到1月，连升2级成了校尉，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你们可还记得前任指挥使裴风云是怎么死的？慎言，这事你也敢提？不要命了！这尸首是？这气息是成丹境大妖，难不成是平天真君？啊！我尼玛！这他妈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一个人把平天真君给宰了！这可是成丹大妖，就算是魏大将军亲自动手，也得费一番手脚，怎么可能悄无声息死在一个17、18岁的女娃子手里？难道这大妖本就受了重伤，被他捡了漏？对，肯定是这样。哼，要是他真是成丹境，老子当场跪下喊他娘！
侥幸。你入承丹了？是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在昨日夜里，突然来了感觉，便顺势破了境。天下武人穷尽一生，能合丹而成的凤毛麟角，多少人被困死在这一步。到了他这里，竟然像饭后消食一样随意。17、18岁的程丹镜，这他娘的说出去谁信啊？咦，十郎将，你的脸咋红成这样？太热了，老子中暑了不成吗？大人，坐。此次斩杀程丹大妖，你当居首功。可你这功劳太大了，大到我不知该如何赏你。寻常的郎将一职对你已是屈才，可再往上的偏将之职目前并无空缺，更何况你太年轻了。17、18岁的程丹镜，若是传回长安，不知要掀起多大的风貌，是福是祸，犹未可知。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思，你想要什么？什么都可以。只要我镇魔子给得起。要钱财，我已是程丹镜，搞钱太简单；要官职，当官有个屁用！前任指挥使权势滔天，还不是说没就没了？这世道还得靠拳头说话。要武学秘籍，我有百妖谱和海量道行，镇魔司的武学库，我还真看不上。大人，你可还记得当初我未入镇魔司时，您对我说过的话？什么话？度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。欲伐参天大木，必先利其器。如今我已是承丹之境，不知可否告诉我父亲将勋一案的真正内情？你如今已迈入承丹，有些事情告诉你也无妨。不过我知道的也并不多。你可知当今太后？太后？这跟我爹的案子有什么关系？若只是太后柳氏，倒没什么。关键是她背后的柳家。柳家实是豪门千年世家，其族中更是有燃灯镜的老祖坐镇。放眼天下，也只有皇室李家和清河崔氏能与之匹拟。你父亲江巡一案，明面上是党争倾轧，背后大抵就是柳氏的手笔。没有，原主的记忆里根本没接触过这种庞然大物。老爹啊，老爹，你惹谁不好？这个千年世家，看来短时间内我是救不了你了。大人，您刚才说的燃灯镜又是什么？寻常人听到自己惹了千年世家，早就吓破了胆。你关注点怎么这么偏？文玄、名古、承丹，这三境，武者练己身，熬气血，说到底不过是在凡尘中打滚，此为凡尘三境。而在此之上，武者窃天地之机，方可登堂入室，此为登堂四境。承丹之上为点墨，点墨之上为种莲，种莲之上乃是关山，而燃灯便是登堂最后一境，也是我大唐武道的顶点。一入燃灯，寿元千载，做官沧海苍田，与国同修，这等人物已非凡人。我操，活1000年！这世道人命如草芥，竟然有人能活1000年！大人，整个大唐有多少燃灯镜？那柳家当真有？不知总数，但这等老怪物，非亡国之危不现身。至于柳家，镇魔司耗费极大代价查证，绝对有。千年老王八啊！老王八！你管活了1000年的燃灯镜，老祖叫老王八！口误，口误。大人您继续，您继续。江月初，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明白，你父亲的案子远比你想象的复杂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在柳家眼里就是一只蝼蚁。不过你也不必太忧心，你父亲的案子正是我父亲大理寺少卿魏文达在督办，他一生铁面无私，绝不会让冤案草草了结。
而且你现在身处陇右，又入了我镇魔司，柳家再手眼通天，也不敢轻易动镇魔司的人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安稳待在陇右斩妖、立功、提实力。以你的妖猎天赋，未来未必不能入总督司的眼。届时若能得总指挥使大人赏识，区一个柳家又算得了什么？区一个柳家，一个有燃灯老祖坐镇的千年世家，在总指挥使眼里只是区。咱们总指挥使很强吗？燃灯圆满，那是真牛逼。行了，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只需记住，安心待在陇右，活着一切皆有机会。多谢大人。叽里咕噜说了半天，其实说了个寂寞。除了给我科普了升级路线，顺便告诉我对手是个带千年老王八的顶级豪门之外，案子的细节半点没提。也对，为何远在陇右能知道这些心秘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到头来还得靠我自己杀回长安去查。就怕等我有本事杀回长安的时候，我老爹江巡的人头早特么落地了。看来这斩妖升级的速度还得再快点才行。连柳家这种带千年老祖的世家都出来了，必须抓紧时间把实力提上去。宿主江月初，境界承丹出境，道行2516年，新收录妖物白猿宫魔影，新增5学，近5谷圆满。柔若五谷，动如妙舞。千般变化皆在我手，那老东西脊椎抽出来还能活蹦乱跳，靠的就是这个吧。这他娘的也太变态了。虽然对正面杀伤没什么提升，但对敌的时候来这么一手，对手估计得怀疑人生。没事，我现在不差钱，系统灌注虎啸镇魔刀，消耗260年道行，虎啸镇魔刀已达无上。接下来是妖物，老袁收录就花了几百年，升级太贵，性价比太低。先把猪妖加满，系统给我把猪妖灌到顶。消耗1120年道行，朱焰进度已达天成，可召唤实体作战，解锁妖化。朱焰神通血肉冰装进阶为血肉魔装，血肉魔装催动血肉化作甲胄冰刃，随心而动，攻防一体。血肉魔装，试试看。局部覆盖威力就这么大，那要是全身呢？全身魔装开！毫无迟滞感，肉体防御和力量至少提升了1倍。除了缺个远程攻击手段，我现在简直就是个6边形战士啊！该死的畜生，该死的镇魔司，差点坏了本公主的好事。不过多亏了白猿宫先前帮我巩固根基，加上这么多年的血肉滋养，不出3日，本公主便可凝聚龙珠。
这大唐地界人族的血肉如此鲜美，当真是个快活的好地方。真搞不懂，父皇为何要对人族如此小心翼翼？早就该放我来大开杀戒了。终于回来了。屋子起了这么厚的灰，承担有个屁用，到头来还不是得自己打扫卫生。找个丫鬟吧，我身上秘密太多不方便，自己干吧。又觉得对不起我兜里那2000两银票的富婆身份。这般安宁，真是久违了。请问可是江校尉家？我刚从玉门关回来，歇了还不到3个时辰，真把我江月初当牛马用啊！江校尉，徐大人有请，让您立刻去一趟司礼。徐长风，这小子最好真有什么要紧事。徐大人，几个时辰前为何宣布他踏入承丹时，我还以为是个笑话。可现在，他身上那股与天地相合的气息做不了假。徐大人，你喊我来也不说话，就这么干看着我发呆作甚？莫再叫我大人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如今已是承丹，更是独斩承丹大妖，再让你当个7品校尉，传出去镇魔司要被天下人笑话。今日魏大人一回都司，便定下了你的去留。擢升玄字营校尉江月初，为从6品镇魔郎将，就算升了郎将品级，也还在你这偏将之下。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除了升任郎将，魏大人还有另一个打算，将你调离玄字营。那我这郎将去哪儿？天字营。又是你这女娃娃，这才消停几天，你又来做甚？领装备，拿钱。莫非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六品郎将，搞鸡毛啊！你他娘的10来天前才刚升到8品队队长来领过钱，这才几天功夫又升！你可知伪造司内文书，该当何罪？老伯，大印可做不了假，别愣着了，赶紧把我的郎将制服和俸禄拿出来吧。你可知伪造司内文书，该当何罪？我伪造你个锤子啊！莫要为难他了。李郎将，您怎么来了？此事乃魏大人亲自定下，不会有假。日后江郎将便是我天字营的人了，他的腰牌衣物都要重新置办。你这边快些走流程吧。天字营，快些吧，
误了时辰，魏大人那边可不好交代。狼将制服肩袖金锡，所用乃是火信布，水火不侵。江大人，这是您升任校尉补发的40两月俸，加上此次擢升狼将的100两月俸，怕您平日用钱不方便，小的自作主张给您换了些零碎的，您点点。多谢。江狼将，请随我来吧。乖乖，这陇右道怕是真要出个不得了的女怪物了。在下李清远，天为天字营狼将。天字营内不看重职位高低，同袍之间大多以兄弟相称。我吃长你几岁，若不嫌弃，以后喊我一声李大哥便是。当然，这只是咱们营里的规矩。若是出了门碰上其他营的长官，礼数还是不能少的。我是那么没眼力劲儿的人吗？江月初，江姑娘大名，如今司里谁人不知？我看你这般不便，不如先回静妖坊收拾一下，换上制服，在下陪你走一趟。那便有劳李大哥了。他娘的，这雨下的也忒闷了，裤裆里都快长蘑菇了。阿弥陀佛，陈施主心浮气躁，不如来2把。滚你娘的！上次输的钱还没结，又想套老子的钱。几位大哥都在呢，在下王小二，新来的对证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新来的对证，那我们江校尉呢？几位大哥怕是还不知道吧？哪儿还有什么江校尉？如今该叫江狼将了。我听我舅舅说了，江大人如今早已迈入成丹之境，前些日子在玉门关外，更是独自一人斩了那成丹大妖平天真君，功劳太大，直接破格提拔成了6品狼将，还被调去了最精锐的天字营。真的假的？你舅舅谁啊？吹牛不上税是吧？骗你，我是你孙子！现在上头的狼将、偏将都知道了。不对啊，你们不是跟着江大人去玉门关的吗？怎么会不知道？17、18岁的成丹境独斩大妖，若做出这些事的人是我，那看不起我的家族又会是何种表情？他娘的，江大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阿弥陀佛，江大人本就不是池中之物，与我等终究不是一路人。我听我舅说，当时江大人与那平天真君在关外足足大战了1天1夜，打的那是天崩地裂，日月无光，想来定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苦战啊！天字营算是咱们陇域镇魔司最精锐的一营，魏大人将你调入天字营，一来是看重你的实力，二来也是想让你少些俗务缠身，好专心修行。李大哥进来坐坐。不了，我就在此处等你，不急。我李清远自问见过的奇女子不少，有金枝玉叶，有江湖女侠，可没有一人能像江月初这般。17岁的成丹境独斩平天真君，就算是放在长安城，也足以让那些自诩天骄之辈黯然失色。李大哥，江姑娘很合身。我也觉得。走吧。咱们天字营虽然精锐，但说来惭愧，在全国15道都司里，陇域天字营人手最少，实力也是公认的末流。这是为何？妖魔不是朝廷越管不到的地方越猖獗吗？朝廷连指挥使的位置都空悬至今，可见对这里多不上心。江姑娘对陇右这地方如何评价？穷山恶水，不怎么宜居。正是如此，连那些江湖大派世家望族都不愿意来这黄沙戈壁。妖魔修行，洗蚀武者气血，越是境界高的武者，对妖魔越是大补，所以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大妖，甘愿冒险也要往中原人口鼎盛、资源丰厚的地方钻。所以别看咱们陇右偏远，反而是受妖魔迫害最轻的地方之一。一头成丹境的平天真君就能在这里称王称霸，要是丢到中原腹地，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。可朝廷在这里屯驻重兵，人口也不少啊。
军营之中煞气冲天，寻常小妖连靠近都难。要是真惹了军队，成千上万兵卒围剿，鸣古镜也得脱层皮。换做江姑娘你来选，一边是中原腹地遍地手无寸铁的百姓，另一边是鸟不拉屎的荒野，还要提防煞星军队，你选哪个？我选山清水秀的。江姑娘，入了天字营，有些话我必须提前跟你说清楚。天字营接最凶险的差事，其他营啃不下的硬骨头，都得咱们来啃。进了这扇门，朝不保夕是常事，很多人意气风发的进去，最后躺着出来，没人不想往上爬。可平坦的路好走，走的人多了，便也成了寻常路。只有泥泞之路，才能留下最深的脚印。但凡能从天字营活着走出来的，便等同于一只脚踏入了总督司的门槛。你想清楚了吗？老李，老李，我正要找你。师兄，这位是江月初，江郎将。如今已是我天字营的同僚，以后都是自家人。我操！我昨晚刚发誓，要是他真是程丹镜，我当场跪下喊他娘。他怎么来天字营了？在下石重月，天字营郎将。半步成丹，半年之内我也定会突破。这人脑子有病。这石重月无非是嫉妒人家年轻破镜，心中失衡罢了。古道一途，对强者连点怜悯之心都没有，难怪卡在半步成丹。江姑娘，这位是赵一，也是咱们营里的郎将。见过江郎将。老李，你来的正好。魏大人刚传下话来，黑河那边好像又有些动静。黑河？我记得之前黑河道观腥臭已经解决了，怎会还有异动？黑河？我记得之前黑河道观腥臭已经解决了，怎会还有异动？黑河？我入镇魔司的第一件差事就是黑河，那黑灵水怪不是被我宰了吗？我怎知道？魏大人说，前2日黄字营探子路过黑河上游，说那里妖气又冒出来了，隔着老远都能看见，瞧着像是有什么大妖要出事。反正现在手里没差事，走一趟便走一趟。老李，你去不去？好巧，当初黑河之事正是我处理的，那河里的黑灵水怪已被我斩了。竟有这般巧合。既然江姑娘对那处熟悉，不如我等同去，就当是你入天字营的头一桩差事，如何？好，正愁没妖杀，没经验刷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去便去，只是……既然如此，那便说定了。师兄，你我先去备马，李兄与江姑娘先行一步，我们在都司外集合。江姑娘，莫怪，师兄他这人……没事，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反正他刚才也没让我叫他好大儿。师兄，你似乎对江姑娘有些意见。武道一途，达者为先，何曾有过男女之分？你若连这点气度都没有，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？我能怎么说？难道说我心里发过誓，他现在算我半个老娘？这话说出去，我还怎么混？放屁！你莫要胡说！我石重月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。哦，那便是你怕他。怕他？笑话！
别看他入了成丹，可终究经验尚浅，真要动起手来，我跟他9一开。人家孤身一人在关外斩了成丹大妖平天真君，就这份战绩，你所谓的9一开，怕不是他出1拳你下9拳，去跟那平天真君作伴了吧？操！走得比龟爬还慢。等咱们到了那黑河的妖物，怕是连娃都生一窝了。师兄若是嫌马慢，可以下来自己走，想来是比马快的。倒不是想磨蹭，实在是这雨后的地不适合骑行，左右不过多花半日功夫。江姑娘，不如你与我们说说，当初黑河发生了何事，也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底。当初我们一路追查到黑水村，打探到了村正将自己女儿陈塘的事，后来沿河而上，在回水湾遇到了那头妖物，当时还有个小女孩，名为阿水。唉，亲手将女儿陈塘，何其悲凉，又何其愚昧。愚昧？老李，你真是读书读傻了吧？那杏儿肚子里怀的是妖胎，我看那村正非但不蠢，反而果决得很，不淹死他，留着生妖魔吗？师兄说的有道理，村正再果断，黑河不还是臭了？到头来还不是得靠咱们镇魔司去擦屁股？妖物作祟，百姓求生，咱们斩妖立功，各取所需罢了，哪来那么多是非对错？赵兄此言差矣，我等身为镇魔司之人，奉的是朝廷王法，行的是护佑百姓之职。村民滥用私刑，以触犯律法，与妖魔何异？若人人都只为自己活命，肆意妄为，这天下与炼狱有何区别？行了行了，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甚用？当初江姑娘斩了那妖物，如今又有妖气出现，莫不是先前斩的那头是公的，如今母的带着一家老小回来报仇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娘？什么娘？你听错了吧？操！我怎么把心里想的誓言给喊出来了？不太可能是寻仇。水泽精怪大多独居，领地意识极强。依我看，倒像是老妖死了，来了头新妖纠战雀巢。江姑娘，当初那名唤作杏儿的女子的尸身，后来是如何处置的？当时我只顾着斩妖，善后之事是队长刘晨操办的，他行事稳妥，想来不会遗漏什么。如今龙珠刚成，正是需要进补的时候。多谢款待呀！待我在此地休养些时日，定要去那大唐的中原看看。听闻那里人烟鼎盛，武道高手如云，想来他们的血肉定比这些边陲之地的凡夫俗子鲜美100倍。这妖气怎会如此雄厚？此地的妖物定然不是寻常之辈。好香的血肉味，比那头成丹境的平天真君还要诱人。这绝对是成丹境以上的大妖，我的血石功快压不住了。走，去看看。若是成丹大妖，探明情况，立刻回去通报都司。
消失了。那股妖气竟然瞬间没了踪影。什么情况？妖呢？关爷，小姑娘别怕，我们是镇魔司的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你，是你。小姑娘别怕，能不能告诉我们，刚才这庙里可还有其他人？我叫阿水，王爷已经被你们杀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来这里？小丫头片子，少他娘的跟老子装神弄鬼！刚才这里妖气冲天，现在只剩你一人，你就算不是妖物，也必然与妖物有勾结。给我死来！这都没反应，难不成真是个普通的乡野丫头？里面没什么问题。老子就不信了，连个鬼影都找不着！老李，我还是觉得这丫头有古怪。妖气那么重，她凭什么不死？难不成妖魔也尊老爱幼？要我说，干脆一刀劈了算了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不可，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我等镇魔司之人行事须有法度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如何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童下手？此事确实古怪。若说这女童与妖物没有半点干系，我是不信的。别怕，没事。江姑娘果然心细，见不得这般可怜光景。切，妇人之仁。这眼神我太熟悉了，每次我饿了想吃人的时候，就是那种眼神。区区人族蝼蚁，凭什么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？你怎么敢吃我？你怎么胆敢承担大妖，绝对是承担大妖！什么情况？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承担大妖，眨眼间脑袋就被按进地上了。黑河边有一座村子，你们去那里等我。这可是承担大妖，我们岂能让你一个人？乖，听话。我要杀你10000遍！我等在村中恭候江郎将。死！眼前的女人必须死！血肉魔庄。
是什么手段？这还是人族？就这，滚！给我下去！为什么我堂堂白娇一族公主，血脉高贵，连西域妖庭之主见了我父皇，也得以礼相待？如今我凝聚龙珠，踏入成丹，假以时日，必能化身真龙。可这个女人明明只是人族成丹初阶，为什么是这么恐怖？还有那诡异的血肉铠甲，那到底是什么怪物手段？怪物手段，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食物不需要问这么多问题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我会被活活砸死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就算龙珠未稳，今日也必须拼命了。血肉魔装法！硬扛简直是笑话，这可是我用龙珠引动的天地之威，每一滴水都蕴含妖力，足以夷平小山，铜镜大妖也不敢用肉身硬扛。这不可能，给我凝结！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般恐怖的人族？到底谁才是妖啊？竟然破防了！我从未想过，有朝一日会被一个人族用这种方式打到毫无还手之力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他硬扛我的爪子，不惜被刺穿肩胛骨，就是为了防止我挣脱。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给我上一层保险。
疯子，这是个疯子！我父王乃是西域妖王，我是西域妖庭白蛟一族的公主，你不能杀我，你不能杀我！不愧是蛟龙，生命力真强。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斩杀成单境生物，获得道行645年。检测到未收录妖物，是否消耗道行收录？是。消耗1100年道行，成功收录。靠！怎么回事？筒子，你吃回扣了吧？收录花了1100年，比杀他赚的还多。成功魔影白蛟教学，获得妖物馈赠，获得神通控水，可引动周遭水汽，化水为冰，随心而动。第1阶段直接给神通了，难怪这么贵。不亏不亏。威力一般。极限距离是100米吗？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那一招我能不能复刻？原来如此，这门神通消耗的不是气血，是神魂。现在神魂强度还不够，支撑不了这么大范围的攻击。不管了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血石功发动！恭喜宿主境界已达成丹中境，成了。怎么感觉力气比之前大了不少？就算是境界提升，这肉身增幅也太明显了吧？是因为吃了蛟龙的血肉，触发了血石功的某种隐藏变化？力道比之前强了不止3分，修为突破，肉身增强，还白捡了一门神通，简直是赢麻了！妖魔！有妖魔！救命啊！快跑！别跑了！不是活的妖魔，看清楚了，是妖魔的尸体！我的乖乖，这是龙！镇魔司的大人们连龙都给斩回来了。你懂个锤子，那叫蛟，离这龙还差得远。不过能斩了这等凶物，也当真是通天的手段了。快看，剑秀金泥，玄黑鹰为敌，这起码是狼将，6品的镇魔大官。狼将？那走在最前头的女娃娃也是狼将，瞧着也太年轻了吧！我的个乖乖！本以为镇魔司都是些5大3粗的汉子，没想到还有这般神仙似的女子。要是能娶到她，让我大富大贵一辈子也值了。去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虽然蛟不是我杀的，但这波跟着喝汤装逼也是爽翻了。今天老子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。江姑娘无需紧张，寻常百姓不过是瞧个热闹，并无恶意。我不紧张。不紧张？那你的脸绷得跟张驴皮似的。我高冷，高冷也无用。你看，自打咱们进了城，这满街的目光10成里倒有8成是落在你身上的。因为我是最美的。今日是怎么了？跟赶大集似的。还能咋了？小姐们，前头那几个肩上绣着金面呢。不就是几个狼将吗？跟一辈子没见过官似的，至于吗？我要当就当偏将。闭嘴！你他娘的自己看！
我操！话说那荒野之上妖气通天，一头千年恶蛟自河中探出头来，那头颅比咱这茶楼还大，一张口便是狂风大作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得天边一声轻喝，一位仙子脚踏七彩祥云，身披月光纱衣，飘然而至。仙子脚踏七彩行云，江大人什么时候变这画风了？他明明是徒手把蛟龙脑袋按进地里的暴力狂，好吗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答诳语，但这说书先生怕是要下拔舌地狱了。只见仙子柳眉一竖，指着那恶蛟斥道：“孽畜，我一眼便看出你不是人，还不速速受死！”仙子背后锵的一声飞出一柄名曰斩龙的3尺清风，人剑合一，化作一道长虹，绕着那恶蛟的脖子只那么轻轻一转。先生，后来呢？快说呀！一颗比水缸还大的龙头咕噜噜滚了下来。好，杀得好！杀！